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处了6年的男友跟我分手了，他出轨了一个白富美，可他不知道那个白富美是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我们家的假千金即将被赶出门了。我男友知道后哭着回来求我，说我才是他的真爱。我冷笑着给了他一嘴巴子，叫他赶紧滚。然后我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去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骆伟明跟我分手的时候，他哭得梨花带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抛弃了他。娇娇，你别怨我，人家真的给太多了。你这么穷，我们结婚了也会离婚的，咱们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可叶小姐家里房子多到住不过来呀。娇娇，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你是可以理解我的，对吗？你不要怨我，要怨就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风气太差了。当然，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我，我可以允许你帮我生个孩子，跟着我姓骆。毕竟叶小姐家里那么有钱，她生的孩子肯定是姓叶的。你放心，孩子我会替你养的。至于你，我每个月也会给你3000块生活费。我真是受不了，气得手抖，忍不住一巴掌打了过去。整整6年，我弹棉花也不该弹这么个玩意儿。王娇娇，你怎么还打人啊？6年的感情你都不顾了吗？你别走啊，你把话说清楚，你怎么还打人？别说打人了，我没上网曝光他就不错了，也不听听他自己说的是人话吗？今天还是我生日，他不仅忘了，还给我整出了那么大的惊喜。回到家，我一个人吃了生日蛋糕，吃着吃着眼泪就不受控制的狂流。不能哭，娇娇，不能哭。半夜睡觉实在睡不着，我忍不住拿了手机出来给渣男打电话，说分手应该我来说，他一个出轨的渣男，算老几？分手吧，渣男！我足足骂了10分钟，对方一直都在沉默。骂完了解气了，对方也没吭声，果然还是心太虚了。快挂电话的时候，那一头一个沉稳带着无语的男声响起：叶娇娇，你打错了。我一看备注，安令泽那只鸭，这个 A 字开头的安姓让他排在我通讯录第1。我更气了，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发泄错了，真是浪费。我大骂了一声，我姓王，我叫王娇娇。渣男，安令泽。越想越气，一晚上没睡，起床闭着眼睛把早饭吃完了。爸爸姥爷给我打来电话：娇娇，爸爸的宝贝亲女儿，你到底咋样才肯回家来认祖归宗吗？咱家的假千金都要带男友回来了，很显然又多了个人来分你的家产了。我对家产没兴趣，对假千金的男友感兴趣。我记得骆伟明跟我说，那个白富美姓叶，这海城姓叶的还是有钱人，其实很容易找出来。我问我爸，叶禅带的男朋友叫什么？不清楚。你妈说叫小骆，这个姓就更少了。骆伟明吗？哎呀，宝贝，你能掐会算哦，这都能猜到呀，好像是叫骆伟明。我要笑死了。爸，你啥时候把假千金赶出门，我就认祖归宗。我同意呀，你妈不同意呀。不过宝贝你放心，所有家产爸爸都给你守着，1毛都不分给假货。宝贝你等会儿挂，假千金明天带男朋友回家吃饭，你也把你那个穷男友带回来，让爸爸见见呗。你可是我亲女儿，总不能被人家假的比下去。比什么？比谁的男朋友更穷？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决定回家一趟。搞了半天，骆伟明攀了冒牌货，笑死个精。我亲生父亲姓叶，是海城知名的大老板。我养父姓王，我是2年前才知道我是被抱错了。我亲妈不喜欢我，觉得我乡下来的粗鄙不堪。我也不喜欢我亲妈，
我讨厌他看我的眼神，悲哀、可怜、同情、厌恶、嫌弃，夹杂着挣扎过的些微喜欢。这份喜欢只是因为愧疚。我第一次去叶家的时候，就被贾千金、叶禅嘲讽是个土包子。你就是爸妈的亲女儿王娇娇吗？怎么这么老土，一股穷酸样，一点叶家人的气质都没有。说着还用手在鼻尖挥了挥。喂，你进门都不脱鞋的吗？也对，你们家那种土坯房破得要死，哪里还需要脱鞋进门哈？乡下来的就是没见识哈。我家是很穷，进门水泥地，哪里需要脱鞋？第一次进富贵人家，我确实不懂。等我脱了鞋再出门，我的鞋子不见了，被叶禅扔了。叶禅说，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破的鞋子，放在家门口被下人看到了丢脸。那双鞋子是我养母一针一线给我缝的，他直接丢进了臭水沟了。我一气之下打了他一巴掌，我亲妈刚好看见了，她上来二话不说就还了我一巴掌。小小年纪怎么如此歹毒，一回来就打你妹妹，我气哭了。哪门子的妹妹呀？你自己生几个女儿，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亲妈妈，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可叶禅丢了我一双鞋子，他却不骂，还说不就是一双鞋子，我给你买一双新的。不，100双可以吧？去你妈的破鞋子，谁稀罕这女人给我买？从那之后我就再不肯回家了，这个破家谁爱回谁回。可我亲爸老爷不同，他有很强的血缘观念，天天算计着怎么把贾千金赶走。他算计没用啊，他惧内，怕我妈怕得要死。第一次上门不欢而散，走之前叶禅还在我亲妈怀里大哭，我亲妈在安慰他，禅儿乖，就算你不是我亲生的，妈妈也最爱你了，你是我一手养大的，妈妈这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叶禅假惺惺地说，可是姐姐好不容易回来，我不想拆散你们一家呢。妈妈让我去乡下好了，这样姐姐心里就不会不舒服了。她不舒服关你什么事？她不舒服就别回这个家，别认我。听听，这可是我亲妈，我准备找个男朋友回家。老叶说的对，不能被贾千金比下去了。我给安令泽打了电话，陪我回家吃个饭，冒充一下我男朋友。有什么好处？500块包一顿午饭，不能再多了。成交。安令泽连犹豫都没有，满口答应，生怕犹豫1秒我就反悔了。我跟安令泽是在酒吧里认识的，当时我去接男朋友，他在酒吧应酬客户喝醉了。我找男朋友的时候，看到安令泽被一个老女人塞了一大把钞票，那个女人又胖又老，嘴角还有一颗长毛的痣。女人拉着安令泽的手不放，安令泽推搡着，姐你别这样，这样真不好。怎么不好？你姐姐我有的是钱。我很是同情地望向她，这小身板怎么受得了那体重呢？我找了一圈没找到男朋友，倒是看到安令泽和那胖女人从包厢一前一后的出来。胖女人抱了抱安令泽，恋恋不舍地走了。我当时实在是同情心泛滥，上前跟她说，加个微信吧，我转你点钱，家里有什么困难你直接跟我说。那时候的我被叶家认回去了，老叶3天2头给我打钱，这些钱我自己不花，但是捐起来我毫不手软。我觉得安令泽可以捐助一下，委实太惨了。安令泽看我的眼神，不是，你有病吧？虽然脸上表现得很不情愿，但他还是加了我微信。男人啊，身体永远最诚实。我直接给他转了5000，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以后这体重的客人就别接了，好歹挑剔一下吧。年纪轻轻，相貌堂堂的，干什么不好呢？非要做这个？堂堂7尺男儿应该树立正确的3观，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成为耀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安令则看我的眼神跟见了鬼一样，我觉得我做了件好事，试图把一个深陷泥潭的少年从火坑里拉出来，这是多大的功德呀！我挥挥手离开了酒吧，深藏功与名。安令则，他是不是有病啊？安令则来小区门口接我，开的一辆很旧的别克车。你喊得太匆忙了，我来不及回家开车。这是我姐闲置的车，开回你家会不会太寒酸了点？下次早点叫我开个豪车来，去富婆家借豪车装叉吗？我说没下次了，很快我们就到家了。门口有喷泉，周边都是森林的大别墅。这是我第2次来家里，所以陌生得很。我感慨地说：“这房子真大呀！”安令则满脸问号：“这不是你家吗？怎么你自己家你不熟啊？这也不是很大呀，挺一般的。”我斜眼看他：“你真是搞笑，你个穷逼酸不酸？一个鸭子富婆家里去多了吧？整的富婆家的房子都踏实的。”姐姐，那个恶心的声音我听过没几次，但我一下就知道是谁。假千金叶禅。我回头看到叶禅挽着我男朋友走过来，骆伟明看到我一下子惊呆了。娇娇，你怎么追我追到这来了？你这样也太没分寸了吧？不是说好的好聚好散的吗？骆伟明劈头盖脸就是质问我。叶禅捂住嘴：“啊，宝宝，你跟我姐认识吗？”骆伟明傻眼了：“王娇娇是你姐姐吗？可她姓王啊。”姐姐，这是我男朋友骆伟明。叶禅挑衅地说。我懂了，原来叶禅早就知道骆伟明是我男朋友，他是故意的。骆伟明很是震惊：“娇娇，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这什么姐姐？我妈就生了我一个，你是我哪门子的妹妹？骆伟明昨天才跟我分手，今天你俩就好上了，看来你俩早就搞一起了呀。”叶禅故作惊讶：“什么？你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吗？宝宝，这是真的吗？”骆伟明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亲爸亲妈都出来了，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叶禅跟骆伟明在一起都半年多了，这半年里叶禅经常跟他们提起骆伟明。叶禅哭着质问我：“姐姐，你是不是跟伟明哥联合起来欺负我呀？”呜，我可从来不知道伟明哥有女朋友的。姐姐，你怎么这么对我？他甩开骆伟明，哭着跑去我亲妈的怀里了。我亲妈看骆伟明的眼神，恨不得杀了他。骆伟明吓坏了，身子颤抖着，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明白了，原来骆伟明在叶禅眼里完全就是个炮灰，专门拿来对付我的。我身边的安令则忍不住说：“搞什么？是娇娇被抢了男朋友，你哭什么呀？”她都没哭。我亲妈眉头微皱，似乎觉得安令则说的有道理。叶禅哭得更加起劲。我真的不知道伟明有女朋友，而且还是姐姐。我要是知道，给我10000个胆子也不敢跟伟明哥在一起啊！我真的很喜欢伟明哥，这样一来真的好难堪。妈妈，我对不起姐姐，让我去死好了。叶禅一副羞愧至极的模样，哭着要去撞门口的石狮子。我亲妈气得叫骆伟明赶紧滚，又怒目着我：“叶娇娇，你就这样伤害你妹妹吗？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还好意思带着她回来伤害你妹妹？滚！你给我滚！看，这就是我亲妈。”我看到叶禅回头对着我得意地笑：“你这老太婆怎么是非不分呐？明明是你们家冒牌货抢走了娇娇的男朋友啊！”安令则气得上前理论，我把他拉回来了：“咱们走。”我亲爸看了半天，总算看不明白，他上前一拳把骆伟明给打趴下。“叔叔！”骆伟明惊恐地叫。老叶气不过，又在他身上踹了几脚。“狗东西，
渣女人，扎我女儿头上来了！我告诉你，娇娇是我的宝贝亲女儿，以后所有家产我都要留给她。你给老子滚远点！以后再让老子见到你，我打死你！娇娇，有爸爸在，咱们叶家以后是要你来继承的。别说你男朋友被人抢走，哪怕你抢了人家男朋友，爸爸也支持你。老叶是第一次在我亲妈面前发飙，我亲妈的脸色难看极了，看我的眼神更加的怨毒，好似我抢走了她老公一般。叶禅听到老叶的话，哭得更加大声。爸爸，我没有抢姐姐的男友，你看她不是带了男友了吗？说明她不止伟明哥一个男友呢。还在地上的骆伟明也反应过来，指着我：娇娇，你怎么还有男朋友？你出轨了呀？我亲妈皱眉盯着我，小小年纪一点不学好。安令泽，我是她花500块钱租的，她男朋友被你抢走了，还不让她租个男友挽回点面子啊？阿姨，你是她亲妈，你咋还偏心这个谎话连篇的假千金呢？今天让安令泽看了笑话，我很抱歉。回到家，我敷衍地邀请他进我家门坐坐。好啊，安令泽大步进来，顺手脱了鞋，光脚就踩进去。我手里准备好的拖鞋默默放进了鞋柜。我给他泡了一杯老叶给我的茶。安令泽喝了一口，很是惊喜地说：这是武夷岩茶，好东西啊，你亲爹送的吧？还挺大方。我压根不认识什么茶，只是觉得味道确实可以。小鸭子还挺有品味。坐了3个小时，安令泽没要走的意思，而我手机都快被骆伟明打爆了。我男朋友，我前任一直给我打电话，我还得出去跟他会个面。还会面干嘛？你舍不得分手？分手这种事，我想当面跟他说。体面，我送你去。我还是让安令泽送我去了附近一家星巴克。骆伟明看到安令泽的时候，满眼嫌弃：你怎么还没走？500块没结清吗？安令泽却笑嘻嘻的：我不要娇娇的钱，我准备追求她了。谢谢你跟娇娇分手。今天喝什么？我请客。骆伟明炸了，扬起手就去打安令泽，结果安令泽一个侧身躲开，还把骆伟明直接摁在玻璃墙上，疼疼疼！放手，放手！骆伟明惨叫着。我的前任连一只鸭都打不过，我示意安令泽放手。安令泽丢开他说：我去对面零食铺逛逛，好了叫我。安令泽一走开，骆伟明就质问我：娇娇，你是叶家的亲女儿，你都瞒着我，你对我是不是太残忍了？我们可是在一起6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出轨了。他那么大的嗓门，星巴克里其他人都看了过来，尤其看我的时候指指点点。我是不是叶家的亲女儿很重要吗？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6年了，可你跟叶禅搞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考虑我的感受。我那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以为你没钱，我也没钱，我当然要找个有钱人。我明明是为了让你早点过上好日子，你为什么不理解呢？他真的是理直气壮，还委屈至极。要脸吗？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用我说出来吗？你单纯就是不想努力了，想找个富婆吃软饭，但是你还想要享受其人之福，所以扑我。骆伟明，现在知道了，叶禅根本不喜欢你，他就是利用你来对付我。你不过是个炮灰，就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了。我说的都是事实。骆伟明嘴上不承认，可他心里很清楚，男人就是死了嘴巴都是硬的，所以分手吧，垃圾！骆伟明见我那么决绝，着急的挽留我，立马下跪求我：娇娇，我错了，娇娇，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是真心爱你的。都是叶禅勾引我，他就是知道我是你男朋友才来勾引我的。
娇娇，我最爱的还是你，没有你，我会死的。那你去死吧。我去零食铺找安令泽，在门口逗留了好一会儿，我没进去。我其实挺难受的，仰头努力不让泪水掉下来。6年啊，何其眼瞎！我没看到安令泽其实在里面看着我，直到我擦干了眼泪，收住了情绪。安令泽提了一袋零食出来，嘴里还叼着一颗棒棒糖。分完了，还和好吗？安令泽顺手递给我一颗糖，我拆开包装放嘴里，很甜，快要盖过心里的苦了。怎么可能和好？我不吃回头草。那你现在单身了，要不考虑一下我？叶娇娇，我想做你男朋友，你看成不？你是看上我的钱了吧？安令泽很无语，就你那俩钱，我的意思，我会挣钱的，不会惦记你的钱，你放心。哪怕你不惦记我的钱，但是我也不会做你女朋友。为什么？我该怎么含蓄地告诉他？做鸭子多脏啊！我觉得你不是很干净。安令泽闻了闻自己的胳肢窝，汤臭吗？是有点。那我回家洗个澡再来问你。我也不是行业歧视，只是这个行业不在我的接受范围内。虽说比骆伟明的3观要正一些，但总体也不够正。我每天朝9晚5的上班，说来奇怪，虽然我跟骆伟明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但是分手之后居然再也没碰到过。今天公司要来新同事，所有人都被叫去前厅，那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董事长亲临。我倒是终于看到骆伟明了，他比之前憔悴了很多。看到我时，眼睛才闪过光。听说是董事长亲戚来咱们分公司实习了，而且是个小帅哥哦。对，我也听说了，不仅人帅，而且还单身呢。大家窃窃私语，满脸花痴，好像小帅哥一来就能看上他们似的。电梯门打开，从没见过的董事长来了，旁边还跟着一个胖女人，我震惊到了。好熟悉的胖女人啊！我们主管老刘迎上去，董事长夫人怎么还亲自来了呢？老刘想拍马屁，但他嘴笨，明显不擅长。给你们部门带来个新同事，安令泽，过来见过刘主管。我一直在想那个胖女人，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哪里见过，直到见到了安令泽。大家好，我叫安令泽。以后请多关照。安令泽说着看向我这边，还对我抛了个媚眼。站在我旁边的同事小美激动地跺脚：啊呀，好帅呀！帅哥是在对我放电吗？想啥呢？他是在对我放电。我们公司就我最漂亮。我终于想起来了，胖女人，哦不，是董事长夫人。她是安令泽在酒吧的客户啊！天哪！我瞬间想到了狗血三角恋故事，董事长夫人把安令泽放到自己眼皮底下，董事长还不知道他俩的关系。我很是同情地看向董事长，董事长意外地跟我眼神接触，很关怀地问：这位员工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没有。我还不小心看到骆伟明看安令泽的眼神已经快喷出火了。安令泽一来就被公司一群小姑娘包围着，他办公桌上很快被投喂了很多零食。泽哥，你跟董事长他们是什么关系啊？泽，难道董事长是你爸爸吗？可看着也不像啊。公司里的女生，就我没去搭理他，因为只有我知道他跟董事长的关系。中午，我下楼去吃午饭，安令泽见我出门，起身就跟上我。吃什么去呀？吃鸭，我也去。你自己就是鸭，还吃它？我们进了电梯，到下一层的时候，电梯门打开，是骆伟明。他看到我俩一起，整个人快原地爆炸了。电梯门快要关上，骆伟明犹豫着还是走进来。电梯里就我们3个，某些人公然靠裙带关系进的公司，也不害臊。
骆伟明突然阴阳怪气，我跟安令泽同时看白痴一样看他。安令泽，有些人公然出轨，想傍个富婆，却傍上个假千金，这都不害臊。靠裙带关系进公司的人害臊什么？骆伟明瞬间语塞。电梯门打开，安令泽拽着我的胳膊出去，赶紧走，免得被有些人的胖臭熏死。骆伟明抬了抬胳膊闻自己，不臭啊。看着我和安令泽，骆伟明是真的很气，他肯定气自己后台没安令泽硬。但骆伟明要是知道安令泽是只鸭，那他肯定要笑死。毕竟谁都不想自己的前任找个比自己还优秀的。下班的时候，董事长夫人来了，安令泽在一群人艳羡的目光中坐着他的车离开。娇娇，你跟泽哥认识吗？我看你们中午一块吃饭来着。安令泽跟董事长到底什么关系？难道是父子吗？哇，那以后这公司不得是安令泽继承了？天哪，那可是未来的老板哦。娇娇，你该不会想做我们的老板娘吧？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还是闭嘴了。接下来每天上班，我跟安令泽都是出双入对的。其实我真不想，可每次上班，安令泽恰好都在门口碰到我，然后他总是顺手多买了一份早饭。我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每次都吃了他多出来的早饭。于是公司传闻越来越烈，都说我想傍富二代，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有多抗拒。毕竟安令泽是只鸭，不是什么富二代。终于这天吃鸭的时候，我忍不住说，其实我不喜欢吃鸭。安令泽一愣，然后说，那你早说，我给你买只鸡。安令泽，你到底想干嘛？我想追你，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我每次见你都洗澡的，你不是嫌我臭吗？我还喷香水了。哪怕安令泽现在改邪归正了，但我还是忘不了他的压力时，外面的玻璃墙有人敲了敲，我侧头吓了一跳，是董事长夫人那张胖脸蛋，脸蛋上那颗大黑痣尤其炫人眼。安令泽赶紧走出去，我看到他跟那个胖女人似乎起了争执。安令泽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银行卡，还有一些零散的钱，直接扔给董事长夫人。也不知道他们吵些什么，我也不想打扰，准备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边走开。结果安令泽突然拉住我的手臂说，我有女朋友了，娇娇她就是，你要断绝关系可以，我随便。我赶紧躬身，董事长夫人你好，我不是安令泽的女朋友，请你别误会。我试图甩开安令泽的手，无奈他抓得紧。董事长夫人看着，冷笑地嗤一声，就这，连是你女朋友都不敢承认的女人，也配得上你？我本来就不是安令泽的女朋友，所以这话我一点不生气。安令泽却炸了，姐，我从没求过你什么，也不准你这么说她。娇娇是我安令泽唯一认定的女人，这辈子非她不娶。我一个趔趄被安令泽拉走了，碍于对方是董事长夫人，我不停地鞠躬，被安令泽拉开好远，我才成功甩开他。我很不高兴，你跟你女客户闹矛盾，能不能别扯上我？什么女客户？你跟董事长夫人的关系，你不会以为没人知道吧？董事长那么大的绿帽子在头上顶着。安令泽，做人不要太缺德，要遭报应的。安令泽惊呆了，我憋着一肚子的话，终于忍不住说出来，我不可能做你女朋友，你在酒吧做鸭这件事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些年我给你钱，就是觉得鸭子这种职业有违社会人伦，我是想把你拉出火坑的。对不起，我也没歧视你的意思，以后咱们别联系了。我说完就走了，回头却看到刚从对面写字楼出来的叶禅。
叶禅显然把话都听全了，惊呆地捂着嘴巴，眼里是掩不住的兴奋和幸灾乐祸，然后对着我直接扑哧一声笑出来了。我觉得很倒霉，这也能碰上叶禅。安令泽追了上来，董事长夫人也追上来拉他。我打了个车回了自己的出租房，我心情很不好，此刻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可在房间不到半个小时，我电话就被打爆了，老叶的电话、骆伟明的电话，还有我亲妈的电话，看样子全都知道安令泽是只鸭，我还资助一只鸭，我租回家的男朋友还是只鸭。老叶发信息给我，你租的那只鸭，你跟他假戏真做了，成男友了。亲妈，你能别给我丢脸？找什么样的男朋友不好，非要找个这么不正经的？骆伟明，不是吧？娇娇，还以为你找了什么富二代，原来是酒吧里的一只鸭。你就算再生气我出轨，也不用这么作践自己吧？叶禅，姐姐，你想报复我，何必找这样的货色？妈妈知道后都气出病来了。如果你实在生气我抢了伟明哥哥，你说一声，我让伟明哥重新追求你。神经病！这些垃圾全部拉黑。那天开始我再没见过安令泽了，大概我直接把他的遮羞布给掀开了，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吧。连公司都传开了，安令泽原来是酒吧里干那活的，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骆伟明传的。骆伟明为什么会知道？自然是叶禅说的。从此以后，骆伟明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嘲笑和同情，更别说其他同事了。原本大家都羡慕我能跟董事长亲戚安令泽走近，现在都可怜我，搞了半天傍上个假富二代，我找假千金，你找假高富帅。娇娇，我们俩真是绝配哈！电梯里，骆伟明嘲笑我，我冷冷扫了他一眼。我只要肯回家，那就是叶家正牌千金，以后是要继承叶氏集团的。你回家继承什么？继承家里的猪圈？可别逗了，咱俩一个天一个地，怎么配得起来？骆伟明，说来也是奇怪，在习惯了每天有安令泽带早餐的日子，我居然总是会在公司门口下意识地停留。娇娇，原来你喜欢吃贝贝南瓜呀，那我每天给你带。娇娇，鸡蛋一定要吃，补充每天所需蛋白质。娇娇，酸奶怎么不喝？这是调节肠道菌群的，你不喝酸奶容易便秘。耳边全是安令泽的声音，我摇摇头，喝了一口酸奶，又吃了一口鸡蛋。其实我自己都意外，什么时候开始的？最不爱吃的东西开始吃了，连吃午饭的时候我都想起安令泽。毕竟安令泽在公司的那半年，他是每天陪着我吃饭。我点了好久没吃的烤鸭，看着眼前的鸭子，我忍不住拿出手机给安令泽的微信发了消息。我承认我那天大声了点，但是你也不用消失3个月吧。果不其然，没有任何回应。我一定是伤了他的自尊心，毕竟我叫他以后别联系了。男人啊，自尊心是多宝贵的东西。姐姐，我一抬眼，叶禅端着饭坐到我面前。叶禅是在叶氏集团上班的，叶氏就在对面大楼，所以在这他碰到他不奇怪。你的假富二代男友还没出现吗？叶禅吃着饭，笑着问。所以不属于你的东西，哪怕原本是你的，最后也不一定会是你的。你从乡下来的，还是回乡下去吧。城市真不适合你这样的乡巴佬。我轻笑了一声。野鸡在凤凰堆里住久了，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呢。你那么希望我回乡下，我偏不回。老叶都说了，叶家的家产都是我的。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就该想破脑子嫁和富二代，这样才能保证我原来富贵的生活。可我不是你呀，我嫁不嫁富二代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这辈子是衣食无忧了。叶禅脸色难看极了，可他得承认我说的对啊。请问哪位是叶小姐？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的斯文男子拿着手机上来问。叶禅看他一眼，我是。你好，叶小姐，我是天盛集团总裁秘书。我们家总裁对叶小姐倾慕已久，想加一个叶小姐的微信，可以吗？说着，他还亮出了自己的工牌。天盛集团，杭城第一大集团，整个杭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最近天盛有了大动作，刚上去一个年轻的总裁，叶禅简直觉得天上掉馅饼。这不，富二代男友从天降了，不管真假，赶紧去加微信。叶禅眼风扫我，满眼都是得意。我心里想，这个天盛总裁还真是瞎。等等，助理还没加微信，诧异地问叶禅：“您不是叶娇娇叶小姐吗？”叶禅愕然：“我是叶禅。”哦，你是那个假千金啊？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找的是真千金叶娇娇小姐。助理赶紧回头来看我：“叶娇娇小姐，这回我没搞错，您是叶娇娇吧？”叶禅整个雷劈住，什么意思？搞了半天，助理是认错人了，怎么一口一个假千金，这么没礼貌啊？我说我是，不过我不认识你们家总裁，我也没兴趣加他的微信。我直接走出门，助理跟上来：“叶小姐真的很抱歉，刚才是我眼拙，请您别生气，真是我们家总裁让我来加您的微信。”我穿过马路，无视跟在后面的助理，他的话直接淹没在车流中，我也没听清楚。我到了公司门口，那助理还在马路对面喊：“叶娇娇小姐，我们家总裁他说喜欢你，希望你给个机会加个微信。”吃饭回来，在门口的同事都听见了。听说叶禅现在哭着喊着要跟天盛集团的总裁处对象，喊得都魔怔了。我亲妈心疼她的宝贝女儿，于是动用了各种人脉资源，找到了天盛总裁。关键是人家总裁居然还真答应跟叶家的女儿相亲，但前提是相亲对象是叶家的真千金。叶家有真假千金的事，在圈子里不算秘密，所以天盛总裁知道也不奇怪。我亲妈惯着叶禅，谎称叶禅就是真千金，怕相亲当天出什么变故，我亲妈让我也跟着去，算是对她的宝贝养女保驾护航。老叶也同意，还说服我跟着一块去。老叶说：“娇娇亲女儿，我的宝贝，你打扮得漂亮一些，万一那个天盛总裁没看上叶禅，他慧眼如炬，一眼看出你才是真千金呢。”我有时候觉得老叶真的很好，有时候又觉得老叶太能和稀泥。我亲妈要骗人家总裁，我亲爹居然也能打配合。虽然配合了，但是亲爹又觉得不甘心。毕竟天盛总裁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金龟婿，便宜给养女不如便宜给他亲女儿。相亲那天很快就到了，地点在总裁家里。总裁家的别墅比叶家的要大上好几倍，门口还有个人工湖，听说也是他家的。妈妈为了我对外宣称我才是真千金，王娇娇，换成是我都羞得无地自容，回乡下找妈妈去了。叶禅上来就一阵嘲讽：“假冒伪劣产品冒充真品的是你，我有什么好羞愧的？你可别忘了，我乡下的妈妈才是你的亲妈。”叶禅嘴角都抽了。当初我被认回叶家，老王家也过来认叶禅，但是叶禅根本接受不了两个农民做他的爹妈，一时间就抑郁了。我养父养母一致认为他还是生活在叶家更好，于是也放弃了认回叶禅。只是逢年过节总会让我带一些家乡特产给叶禅。
前几次我还认真地给叶禅带了我养母亲手晒的番薯干和牛肉干之类的小零食，结果叶禅扭头扔垃圾桶。连续3次之后，我觉得这假千金没救了，于是往后的每次我都自己吃了，一根鸡毛都不给他带。总裁家人山人海的，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肥胖的身影，还有他脸上那颗销魂的痣。我公司的董事长夫人居然也在。我还没走进去，就听到身后叶禅尖锐的声音：“哟，这不是在酒吧里专门伺候女人的安令泽吗？怎么连你也能混进这么高档的别墅？该不会这里还有你的女客户吧？”我回头看到安令泽挺立在阳光下，那张英俊的脸上冰冷的没有表情，却在看到我的一瞬，他咧嘴笑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在他身后看到了彩虹。他怎么突然变好看了？我赶紧走过去，想把他拉到角落。你怎么那么明目张胆？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就敢进来？快跟我走！我不走。假千金都在我，干嘛走？安令泽说着，把我拉回来，嘲弄地看着叶禅：“你个假千金，跑来这做什么？我跟天盛集团总裁相亲，怎么，你一个做鸭子的，难道也来相亲不成？就你跟天盛总裁相亲，相你妈吧！人家要你们叶家的真千金，你个假冒伪劣产品，跑来凑什么数？”我跟叶禅都意外，安令泽的消息居然这么灵通。叶禅的声音太大了，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我看到我们董事长夫人也出来了，我怕安令泽又被羞辱，赶紧挡在他跟前，还示意他蹲下，躲在我身后。我亲妈和亲爸都过来了，看到我身后的安令泽：“娇娇，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今天是你妹妹相亲的大日子，我叫你过来是撑场面，不是砸场子。其他事情你小打小闹我也就不计较，今天这种场合你给我闹这一出，从小到大你养父母就这么教你的吗？”亲妈很生气的样子，劈头盖脸对我一阵指责：“妈妈，不要骂姐姐了，我想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呢。”叶禅嘴上这么说着，看着我时脸上全是笑和得意。我妈一听叶禅那么懂事，越发来气，高低还想再整几句。老叶笑呵呵地拦住我妈，叫我把安令泽带走。我却笑着看我妈，从小到大我养父母没教我撒谎，倒是您今天以身作则，令我大开眼界。我还是挺庆幸，虽然我是你亲生的，却不是你亲手养大，要不然养成叶禅那样，我自己都羞愧到想抹脖子。我妈气死了，扬起手就想打我。安令泽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腕：“你放肆！”我妈怒喝安令泽：“我看放肆的是你！”董事长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身后出来，她冷冷看着我妈：“叶夫人，不是说好的今天相亲带你们家真千金，带个假千金来糊弄，以为我们安家好骗吗？哎呀，安总说的哪里话？娇娇是我们亲女儿，我们家养女就是来凑个人头，壮个声势而已。今天要相亲的就是我亲女儿叶娇娇。”老叶这个人精，赶紧把我推出去了。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亲妈，这烂摊子我可不想收拾。结果安令泽跳出来说：“姐，既然是误会一场，就让我跟娇娇好好相亲。”所有人都看安令泽，包括我亲妈。安令泽又说：“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天盛集团新上任的总裁安令泽。”也不管在场的人是什么表情，安令泽抓起我的手，撒娇般地问我：“前阵子我让助理去加你微信，娇娇你为什么不加哦？我真的很难受呢。”我看看他，又看看董事长夫人。董事长夫人干咳了一声说：“不好意思，叶小姐，
之前我对你说话是大声了一点，我给你道歉。我真不知道我唯一的弟弟会那么喜欢你，原来他俩是姐弟。他一直很抗拒继承天盛集团，这一次他同意做这个总裁位置，还真是多亏了你。我不明白多亏了我什么，我从头到尾只记得我误会安令泽是只鸭，还误会了安令泽跟董事长夫人的关系。原来安令泽消失的3个月里都在公司里夺权，安家的成分很复杂。1年前安老爷子去世了，安令泽的叔叔想霸占公司，而安令泽是个缺心眼的，他觉得只要是安家人谁上台都一样。结果安令泽叔叔一上台就把安令泽姐弟赶出公司核心圈。原本安令泽躺着就有钱，后来是站着都没钱了，但是安令泽也不介意，进分公司从底层做起，怎么安逸怎么来。这还不够，安令泽叔叔要拿安令泽去联姻，找了京都一家豪门让安令泽入赘。这下安令泽不干了，他什么都让给叔叔了，为什么叔叔还要干预他的婚姻？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他回公司背水一战，然后他顺利夺回了公司，还把叔叔送了进去。而那个他心爱的女人就是我，真是离了个大谱。我们2家就这么顺利联姻了，因为我没当场拒绝。老叶开心得像个200斤的孩子，我亲妈面色复杂，看我的眼神意味不明。只有叶禅疯了，他是真的疯了，只能送精神病院。其实我也能理解叶禅，他看不起的鸭子居然是他的相亲对象，而他的相亲对象喜欢的是我，而我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居然是叶家的亲生女儿。如果没有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不包括我。安令泽说，如果没有我，叶家的一切都是叶禅的，但他绝对不会是叶禅的，因为他压根不可能为了想娶叶禅去公司夺权。每次安令泽说起这个，我都觉得自己魅力大过天，居然有男人为了娶我拼命去搞事业。毕竟我的前任是为了事业去娶白富美而抛弃我。这周我去公司辞职，公司里同事已经不议论我跟一只鸭的八卦，现在议论我跟天盛总裁的八卦。天盛总裁能看上他，我倒立吃翔。之前门口表白的助理肯定是他找来的演员，毕竟他跟一只鸭的故事被疯传了那么久，总得找点别的八卦挽回一下面子。我辞职完出来，看到安令泽从电梯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一群老头，部门经理和公司总经理都上前迎接他。总裁，您怎么亲自来了呢？安令泽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我，他指着不远处的我说，我来接媳妇，他今天辞职要回叶家继承公司，我送他去叶氏集团给他撑腰。看到安令泽的那一刻，所有的同事都惊呆了。安令泽过来拉住我手的那一刻，所有同事惊呆，然后羡慕，然后嫉妒了。骆伟明那个倒霉鬼在这时候从厕所出来，他还没搞清楚状况，不偏不倚，刚好挡在我们面前。总经理上来说，这位是集团总裁安总，这是安总夫人，你小子拦着干啥呀？骆伟明的表情更是丰富多彩。我被安令泽拉着，众人瞩目之下辞职走的人，原来我是辞职回家继承亿万家产去的。从此以后，我成了公司的传说，骆伟明成了公司最大的笑话。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跟骆伟明处了6年，6年都没办法嫁入叶家这个豪门，真是个没用的男人。半年后，我跟安令泽结婚了，2家看好的日子，安令泽没意见，我也没意见。我穿婚纱那天，老叶老泪纵横，娇娇，我的宝贝女儿，你真的喜欢安令泽吗？
这个问题问得我傻眼了，因为没人问过我，安令泽也没问过我。我跟他之间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回想了一下跟他相处的点滴，喜欢的，我肯定地说，那时候的安令泽在房门口，就在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说我喜欢他。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只看到安令泽脸上都是笑，眼底都是我。我亲妈始终都放不下叶禅，连婚礼她都是匆匆来过之后就回医院照顾她。犹记得婚礼当天，我妈说，娇娇，你有整个公司，有你爸爸，有你养父母，还有安令泽，婵儿什么都没有，他只有我，这对他不公平。妈妈这些年的偏心，你以后为人父母会理解的。我想说，小时候叶禅在空调房练琴，而我顶着40度的高温在田里插秧。干完农活，我要回家写作业。我写作业的时候，天色很晚了，家里舍不得用电，我都是点那种煤油灯，光线很暗，我看不清楚字，只能交白卷。第二天老师罚站，我困到站着都睡着。就这样的条件，我考上了大学。养父母实在没钱供我读书，我只能去店里打工赚钱。我送过快递，跑过外卖，刷过盘子，背过沙袋。之前不知道我自己身世，我从没怨过养父母。直到老叶把我接回叶家，我看到叶禅的生活，第一次我知道了什么叫嫉妒。原来我吃过的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有一次带了养父母准备的特产送给叶禅，我看到他丢进垃圾桶，我很生气，想回家告诉养父母以后别再送了。然后我听到了养父母的对话，我们亲女儿能在叶家过这种生活，也算是我们对她的补偿。当年要不是你偷换了孩子，婵儿也不会成为人上人，以后咱们老王家的后代都是享福的命喽。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人心险恶。我亲妈说我的出现对叶禅不公平，我呵呵冷笑，什么叫公平？他妈什么叫公平？安令泽知道这个事后要我跟养父母断绝关系，我没同意，毕竟他们的亲女儿疯了。我想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告诉养父母我知道他们当年做的恶。安令泽从我身上得出了一个经验，所以要做个好人啊，好人是有好报的。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加了个贫困大学生给他发钱。安令泽抢过我的手机，很是无语。叶娇娇，你随便给人转钱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